20多年前，如日中天的張國榮用一句話捧出了古天樂。你哋可以留意一個人，咁佢就有一部戲，嗰人叫做古天樂。呢個劉德華同呢個郭富城嘅混合，咁即係我睇人就幾準。正是因為張國榮的一句話，演藝界的大佬們開始注意到古天樂，他因此在娛樂圈大展拳腳，並且憑借其陽光帥氣的外表，成為當時無數少男少女的偶像。成名之後的古天樂並沒有狂妄自大，而是秉承哥哥的志向，一直致力於慈善事業，前後共捐贈了上百所古天樂希望小學，被譽為圈內正能量的典範。而古天樂之所以這麼熱衷於慈善，建造希望小學，是因為年少輟學後有鋃鐺入獄的經歷，讓他深知多一所學校或許就會少一座監獄。1970年，古天樂出生於香港一個4口之家，因為家裡條件不好，中學畢業後，年僅15歲的古天樂早早進入了社會，為家庭分擔生活壓力。那幾年，古天樂幹過快餐店服務員、保安、銷售，甚至賣苦力當過搬運工，在社會的底層默默掙扎。彼時，香港黑幫文化盛行，古天樂也沒能幸免，被影響，很快交到了幾個稱兄道弟的好哥們，成了名副其實的古惑仔。在一次搶劫事件中，幫忙放風的古天樂被抓個正着。為了所謂的兄弟義氣，古天樂獨自攬下了所有的罪責，鋃鐺入獄，被判刑近2年。那一年他才18歲。入獄前，古天樂還天真的將女朋友托付給對方照顧，結果現實遠比電影狗血，女朋友很快和哥們好上。古天樂第一次體會到了背叛的滋味。出獄後，他決定洗心革面，可沒學歷、沒技術又有案底的他，只能做些最底層的工作。他開始後悔，如果不是輟學，他也許不會淪落到如此地步。之後，在朋友的介紹下，古天樂開始接觸模特行業，拍攝些廣告和 MV， 結果出其不意的走紅，並因此進入 TVB。憑借出色的外形條件，古天樂很快就被高層領導看中，僅用1年就打響了名氣。所謂人紅是非多，很快古天樂之前的黑歷史全被扒了出來，隨之而來的便是鋪天蓋地的質疑聲。這一次，古天樂沒有逃避，而是選擇直面過去。從此，他更加認真地對待每一個角色，就算是跑龍套也兢兢業業。這樣勤奮踏實的古天樂被哥哥張國榮看在眼裡，於是無論台前幕後，只要有機會，他都將古天樂掛在嘴邊。有一天，他打電話給我說，他要介紹一個新人給我，說他看好這個新人一定可以成功的，那我就出來了。他坐在他旁邊的是一個白白臉的小男生。他說你簽他，這個一定紅的。古天樂沒有辜負張國榮的厚望。1995年，他飾演了楊過，面如冠玉，眼若流星，風神俊逸，亦正亦邪，是無數少女心中的白月光。此後，古天樂佳作頻出，從刑事偵緝檔案裡我行我素的徐飛，到創世紀中殘忍偏執的章子力，再到尋秦記裡搞怪瀟灑的項少龍，古天樂用精湛的演技刻畫出了一個又一個經典的熒幕形象，徹底改變了自己的人生。直到看見劉德華與古天樂的合影站位，大家才意識到劉青雲沒有開玩笑。天樂現在是老闆，跟以前不一樣，你知道跟老闆一起就要多點的啊，你就知道了哈。這一幕發生在英皇電影巡禮現場，合影環節一下就暴露了古天樂目前的地位。劉德華、張學友、梁朝偉等天王影帝都只能站在第2排，代表的是他們在港圈作為演員的影響力。站第1排的是英皇老闆楊受成、博納老總於東、華誼老闆王中磊等資本大佬。同樣身為演員的成龍能夠站在第1排，不僅因為他是國際巨星，還因為他是英皇的股東。曾志偉則是 TVB 總經理，而古天樂不僅站第1排，位置還要比成龍和曾志偉更靠近 C 位，可想而知他如今的實力。現在的古天樂不僅作為演員在圈內是頂級咖位，而且他還是香港演藝協會的會長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成立了影視公司，自己當老闆，簽了近乎1半的香港藝人，每月光是發薪水就高達400萬港幣。正如他所說，之所以很有錢，還這麼拼命賺錢，不是為了自己，是為了養活幫自己工作的一部分港星。他自己說我挺，就他們都沒有工作。他說你知道我1個月發薪水要發多少？他說我1個月光是員工的薪水就。演員李雪曾說過，現在香港拍的大部分電影都是古天樂投資的，他自己拍的戲也都是古天樂投資的。雖然古天樂才53歲，但香港老一輩的演員都很佩服他。當然，古天樂在港圈的地位不僅是因為他的財力，還離不開他為香港娛樂圈的付出和慈善方面的成就。香港演藝協會目前有800多位藝人，疫情期間為了給基層演員們解決切實困難，會讓古天樂四處奔波籌集資金，共計籌款3900萬港元，讓很多失業藝人都領到了9000港幣的補貼。不僅如此，古天樂尤為關照港圈老藝人。2018年，一代女神藍潔瑛在家裡去世，徹底的告別了這個讓她深陷痛苦的
的世界，就连尸体都是几天后才被发现的。得知此事后，古天乐主动站出来寻找其亲人，承诺会帮他举办一场体面的葬礼，并且承担所有费用。同年，老戏骨卢海鹏和李兆基重病缠身，一度想要放弃治疗。古天乐知道情况后，立刻上门拜访，嘱咐他们好好接受治疗，还拿出20万作为医疗费用。吴志雄则表示，在他最穷困潦倒的時候，只有古天樂伸出了援助之手。最困難嘅時間係全世界可以咁講，冇幾多人幫我，係佢無條件咁去幫我。咁後邊咧，我還錢俾佢，佢唔要。正因如此，有情有義的古天樂才會被眾多明星當眾誇讚。佢其實好有諗法，同埋佢對人好有義氣。真係講義氣，佢都數一數二嘅啦。係啊，總之你有事要佢幫手，佢都唔問係點樣，佢就冇問題啊咁樣佢知。而對於自己，古天樂則尤為苛刻，沒有豪車豪宅，至今還和父母擠在一套房子裡，就連通訊工具，他也還在使用一部09年產的滑蓋手機，簡直是娛樂圈的一股清流。以來都用了大概有7、8年的時間。對我來說，我覺得用呢個電話是一個美好的回憶。如果他沒有開，我會一直用下去。當然，古天樂最讓人佩服的，還是他在內地捐了137所希望小學，可沒想到卻被人說成是作秀，甚至被罵詐捐。這絕對是古天樂臉最黑的一次。在一檔綜藝節目上，何炅當着全國觀眾的面揭開了古天樂的真面目。你知道，你不知道，我們會知道，對不對？我不知道啊。2009年，古天樂為宣傳新劇登上了《快樂大本營》的舞台，可何炅在節目中的一個舉動，直接讓一向好脾氣的他當場黑臉。彼時何炅帶着一群孩子來到台上，準備給他一個驚喜。看着這些再熟悉不過的面孔，古天樂卻開心不起來。因為我做這些慈善的工作從來都沒有做，因為他做慈善多年，從未向外界公開，直到這群孩子的出現，才讓一段塵封已久的感人故事浮出水面。2009年，古天樂突然轉戰大熒幕，開始瘋狂接電影。不僅如此，爛片、廣告、商演，只要能賺錢，通通來者不拒。就連娛樂圈公認的勞模劉德華看到古天樂的工作強度後，都甘拜下風。我只有人講我嘅啫。我唯一撞到佢係可以話你真係幾勤力。那幾年，古天樂連續拍了幾十部電影，其中很多片子的評分都低於6分，最差的一部只有2.9分，一時間罵聲四起，都說他賺錢沒底線，他還因此得了一個爛片之王的稱號。導演杜琪峰甚至在公開場合勸他不要再接爛片，作為演員要愛惜自己的羽毛。可古天樂卻絲毫沒有停下來休息的意思，他說我要拍戲，我需要錢，有很多人需要我。當時並沒有人明白這是什麼意思，直到2014年，不忍看兄弟蒙冤的爾冬升在網上貼出一份古天樂見效名單。原來自從2008年汶川地震後，古天樂就全身心投入到了慈善工作中，立志幫助更多的孩子獲得學習的機會，讓他們擁有改變命運的能力。正是他曾經拍攝的那些爛片，撐起了他如此寬厚的慈善之心。可當別人問及他的慈善活動時，古天樂卻不願多說。好多學校已經咪超過8間，而家8間。都係一個說話啦。其實關於慈善嘅嘢，我一直都係回應，都係保持低調。但係會繼續去，我都係一個啦嚇，有能力繼續幫嘅。即便是做到這樣，還是有人認為他在作秀。2020年，一條古天樂詐捐的帖子迅速引爆網絡。原來是一座位於遵義市蝦子鎮的紅光古天樂小學荒廢的不成樣子，顯然早已經沒有學生了。於是有網友質疑，這間古天樂捐贈的希望小學用了幾年就被廢棄，那麼他做慈善的意義何在？算不算沽名釣譽？然而真相卻是，附近新建了一所設施更好的小學，所以這裡才廢棄了。現在當地政府已經將這裡改造成老年活動中心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很快又有人拿學校命名一事來污衊古天樂，稱他每一所學校都以自己的名字命名，其實是利用慈善給自己打廣告。事實上，用古天樂的名字命名，一方面是慈善機構的規定，另一方面，古天樂自己也曾表示，學校外牆上有我的名字，出了事好找我。截止目前，古天樂一共捐建了139所學校，哪怕是疫情期間沒有收入，他也依然捐了4所學校、18間醫務室、750個水井。但是我一直都沒有說太多，也不想說太多，因為我覺得低調做事比較好一點。我一直都跟自己說，如果有能力的時候，希望能幫到更多不同的人，也希望他們未來也記住我一句話，就是長大之後能幫有需要的人，這個是我一直以來做事的原則。俠之大者，為國為民，原來他真的是那個神雕大俠。